说句可能会得罪人的话，我觉得早柚是目前最可爱的萝莉。从服装设计，穿着一件和样式的动物款式衣服，梳着短发，戴着帽子，后面还有一条小尾巴。关键是这配色深得我心。再到人设上，早柚是一个长不高的，但又想要快快长高的，成天都会感到困意的小孩子。再加上慵懒的眼神和语气，我看行。不行呢。大家好，我是思凡，本期是早柚的全方位攻略。作为一个分析奶妈，早柚还是可以养一养的，有减抗有治疗，不论什么队伍它都能当挂件。最关键的是，早柚是跑图神器，大世界车神。自从体验过早柚奔驰电车般的速度，我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不了正常的跑图速度了。而且早柚的被动天赋还不会惊动生物，不需要在场，只需要在队伍里就行。例如蜥蜴、螃蟹、金蝶这些，抓取很方便。虽然金蝶被抓了一只以后，附近的金蝶都会受到惊扰，但保底一只嘛，而且掌握好方法，找好抓取地点，保持好距离和速度，是可以多抓几只的。那么还是按照惯例，我们先从早柚的普通攻击开始说起吧。早柚的普攻分为4段，动作不是很干练，给人一种比较青涩，又或者说是站不稳的感觉，很符合小个子挥舞大剑的动作。而且明明收尾这个动作特别帅，但早柚做出来就感觉有点好笑，很可爱。只能说米忽悠还是懂的，全是细节。早柚的普攻旋转能力一般，需要完整的4下普攻才能挖掉一个识破。期间3、4刀之间，早柚消失的时候也不是无敌帧。原始里大多数的消失瞬移其实都属于快速移动，虽然看不见，但都达到，是没有无敌帧的。不过普攻对早柚来说并不关键，我们在实战中也基本上不会用到，所以主要作用还是偶尔挖矿的时候欣赏一下。早柚的元素战技分为点按和长按，点按进入分人状态，向前位移一小段距离，然后造成2次分伤，一次分人伤害，一次5T 伤害，共计产出2颗元素威力。这2次伤害都是能够打出扩散的，因为5T 是没有元素附着 CD 的。长按早柚会保持分轮的状态持续滚动，并且期间若是接触到了其他可附着元素，则会发生元素转化，分轮会变成对应属性，并对周围的敌人造成分伤以及对应元素的附加伤害。分轮状态最多持续10秒，保持的时间越长，冷却也越长，基础为6秒，最高11秒。发生元素转化后的5T也能造成额外的附加元素伤害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长按的5T 伤害是不会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加的，所以其实早柚最好的元素战技释放方式是长按后立马接点按，这样能造成更高的长按分轮伤害以及5T 伤害，并且会产出3颗元素威力。因为进入分人状态造成伤害后是会立马产出1颗元素威力的，后续每隔一段时间分轮才能再产出1颗元素威力，所以与其浪费时间等待产球，我们不如就利用好第一次伤害就能产球的特性，这样相比点按和保持长时间的分人状态来说， DPS 产球效率都会来得更好。 CD 方面和点按也是相差无几，只多0.几秒。无论怎么看，这个手法的实战价值都会来得更高，优势很明显。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长按接点按这个手法还是需要稍微的练习一下。碰到小宝这种大型怪还好，小宝是能挡住你的，但碰到小型怪的话，如果你取消不及时，就很容易穿过去跑过头了。除了点按可以取消分人状态之外，切人、跳跃、释放大招等都能打断分轮的状态，但同时也不会有5T 的伤害了。关于分轮还是有很多有趣的玩法的，跑图是其一，主要还是元素转化这一特性。比如发生了冰元素的转化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水面上车轮滚滚了，只要一直向前，道路就会不断延伸。除非我 CD 到了，发生了火元素的转化，那么分人所进之处都将会是熊熊烈火。你愿意的话，还可以在草地上画些有趣的图案。不过需要注意一点，分轮和莫纳神离等跑图的特性是一致的，遇到有高低差的地面都会被卡住，所以一定要看路啊。早柚的元素爆发，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早柚的大招是群奶吗？是，但不完全是。早柚的大招分为2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技能发动伤害，也就是早柚自身的伤害；第二个阶段是不倒和的持续伤害，也就是创造物的伤害。其中第一个阶段的技能伤害属于范围伤害，并且是可以给全队回复生命值的，而不倒和的攻击范围虽然大，但只能对1名敌人造成伤害，奶量也只能给场上的1名角色回复，后台的角色是吃不到的。好在固有天赋可以改善这一点，不倒和的攻击会变成范围攻击，也能为除主要目标外的附近角色提供20%的额外治疗量，但后台角色依旧是吃不到的，主要还是增加了连击的奶量。所以早柚的大招只有发动时的第一段是群奶，后续不倒和的奶都只会给场上的角色回复。不倒和是一个一心不能二用的生物，它只能根据周围的状况选择一种行动，
行动准则则是场上角色的生命值高于 70%， 则会优先攻击附近的一名敌人，低于或等于 70%， 则会优先为角色回复生命值。附近没有敌人，那么即使角色生命值高于 70%， 也会继续治疗角色。是不是觉得很像班尼特？更像的还在后面。早柚的一命可以直接解除生命值的限制，不倒和将会得到一次全面的系统升级，算力突飞猛进，可以同时处理多件事务，一边打怪一边治疗，不在话下。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非常相似。早柚的固有天赋4改善了一下取暖能力，早柚造成扩散时可以为场上以及后台的所有角色恢复生命值，该效果至多2秒触发一次，并且基于早柚的精通，这个效果可以得到提升，每点精通提高 1.2 的奶量。那么这个天赋的提升具体怎么样呢？首先元素战技因为2秒的限制只能奶1口，早柚大招第一段能触发1次扩散，后续不倒和一共能奶7口，所需时间10秒左右。不倒和每隔1口能触发1次扩散，且与大招第一段的附着是独立计算的，也就是说1、3、5、7能触发1次扩散，而且大招第一段与不倒和的第一口之间的间隔是超过2秒的，所以根据2秒1次的判定，这个固有天赋4的效果在大招期间一共能触发5次。假设早柚有500点精通的话，那一口就是900点的群奶了。早柚本身就是需要对精通的，本身突破加的也是精通，所以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天赋。但在这里我们其实能发现早柚的一个矛盾点，早柚大招本身的奶量是基于攻击力计算的，但天赋的额外奶量却是基于精通计算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早柚到底是对精通的收益高，还是对攻击力的收益高呢？我们先不急，先看命座，它能解释你的疑惑。一命解除大招生命值的限制是早柚的关键命座，2命提高长按的伤害，随时间逐步增加。实战我们基本不会一直长按，虽然能最高提升 66%， 但相比消耗的时间还是很亏，所以2命其实一般。4命早柚触发扩散时能恢复 1.2 的能量，2秒1次，但限制是需要角色在场，所以基本没什么用。6命则是致命命座，根据早柚的精通，能提高不倒和的攻击伤害以及回复量，每点提高 0.2 的攻击力伤害和3点生命值回复。假设我们的精通是800，那么就是 160% 的攻击力伤害提升和2400点的生命值回复了，提升是非常可观的。从 400% 的攻击和6000生命值回复的限制，我们也算得出来，这个6命的精通收益上限是2000点精通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正常人得不了这么高，所以放心对精通，绝对不会溢出的。那么现在其实已经很明了了，非6命的早柚主要还是对攻击力，稍微堆一堆元素精通，200-300左右差不多，而6命的早柚则是全力堆元素精通，收益会比攻击力来得高得多。关于圣遗物和武器的选择分析嘛，我还是建议穿分套，多个减抗城区收益更大。但若是双分队伍，那么只需要一个人穿分套就可以了。早柚的大招是80点能量，自身产球也不多，所以是比较吃充能的。非满命早柚建议充能杀、攻击杯、攻击头或精通头，因为早柚本身的伤害能力是不高的，所以不太建议选择分伤杯，选攻击杯增加奶量来得更好一点。满命早柚则不用纠结，直接选择精通杀、精通杯、精通头，把杀肉换成充能也可以。根据武器的属性来选择杀肉的属性，互补一下。武器的话，5星里狼墨还可以，但说实话有点奢侈，天空大剑加充能也行。4星我推荐羽柴，我要选李白。早柚一出来我就把羽柴给他带上了，配色真的很搭，不仅外观比野，本身副属性精通也还不错。除此之外的话，就只有西风、季礼和到期新出的大剑桂木斩长阵有点充能属性了，都能用。然后就只有3星的沐浴龙血的剑有精通属性了。武器的选择比较少，我个人最推荐还是羽柴。队伍搭配其实也没有特别推荐的队伍吧，有想尝试过早柚武装，但现在能和早柚分轮配合的只有香菱大、凯亚大这种会自动攻击的技能，就连官方给的早柚试用搭配的也是这俩。像是北斗大、行秋大则都需要普攻来触发，但分轮状态下的早柚是触发不了剑雨和闪雷的，而且北斗、行秋的减抗还是很关键的，也能配合羽柴。换成香菱、凯亚配合早柚的话，充能是个大问题，而且也不如砂糖，所以目前来说有点小尴尬。其实命座的2、4命就是为战场早柚设计的，而现在的早柚还不太适合当战场工具人，毕竟不像砂糖全身都能扩散，偶尔整活还是可以的。砂糖武装的水雷队可以待，其他队伍的话就是像琴一样当挂件了，哪里需要塞哪里。本身是分析奶妈，所以相较于其他属性的奶妈，优点就是有减抗，啥队伍都能塞，但想要凑属性共鸣的话就不太行了，以及反应和主 C 充能的一些问题，总得有舍弃嘛。纯色队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，比如雷神9条的雷伤队，还有纯火伤队都比较不错。和琴相比其实也是有自身的一些优势的。
像是大招的范围会更大，主 C 的可操作空间会大一些，而且大招是脱手的扩散，领域内也是有伤害的，相比秦只有领域边缘有伤害，还是要实用很多，但其他方面就没得比了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宰欧本身的机制也没有特别复杂，实力也是4星的实力，非满命的实力要差一些，深渊可能用不到，但满命还是很不错的。而且在大世界，一旦您体验过了它带给你的舒适感，那就回不去了。像我现在大世界的队伍基本是标配一个宰优了，体验不要太好，大世界的神。最后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希望宰优可以快长高吧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有帮助到你，还请点赞投币支持一下 UP 主，关注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那么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